你是？肛门测过了吗？测过了。测了也白测。热水一直开着，水温在37度左右，超过人体正常体温，因此测肛门是没有用的。尸斑检查过吗？检查过了。检查了也白检查。人泡在水里面，检查尸斑是没有用的。那你就得想其他办法。花瓣外层的细胞壁可以保持细胞不会因过度吸水而破裂，但热水浸泡会破坏细胞壁，因此会失去保护作用。细胞因过度吸水破裂，就导致了细胞液中色素渗出，颜色浅淡，慢慢褪去。浴缸里面的新鲜花瓣都已经泛白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花瓣浸泡的时间至少在5个小时。蜡烛燃烧的速度也同样可以推理。死者的头发是干的，浴池里的花瓣没有挤压的痕迹，这说明在死者刚刚进入浴缸的时候就遭到了不测，而这支蜡烛应该就在他进入浴缸前不久才点燃的。这是一支新蜡烛，因为垃圾桶里边有包装。11厘米长，6厘米半径，每小时燃烧的速度差不多0.6米，现在是8厘米左右，说明从点燃到现在差不多6个小时。如果你们要检查监控录像的话，可以检查5个小时以前的监控录像。不过，我认为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因为如果我是凶手的话，我会避开监控录像。你说的全是废话。队长，你谁呀？自己人。再给我看一眼。自己。饭卡。请你看清楚，这是一张省警官大学的饭卡。我有省警官大学的饭卡，难道不能证明我是省警官大学的人吗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这饭卡里面还有3本。通知单，一定要注意那个通知单的信息。你们一定要查清楚那个通知单，回去跟你们队长说，那个通知单真的很重要。那个通知单里边的罪名，除了查清楚大哥以外，你们还要查清楚里边的罪名。28代表什么？28，这个很，我说话你们听见没有？马上下去。哎，把鞋给我捡过来。
管口的形状呈粉碎性断裂。从形状上看，密度高于低密度聚乙烯，低于聚丙烯，因此是聚氯乙烯。知道是什么吗？绕口令 ，PVC 管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廉价的 PVC 管。凶手把现场的痕迹清理得非常干净，因此他会有很多工具，所以他会背着一个包。为了行动方便，所以他会选择一个双肩背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应该还戴了一顶帽子。风衣。1点半到2点之间，有一个人戴着帽子，背着双肩背，从这栋大楼的后门出来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有没有监控录像？那是内部资料，你想看就看。你中午喝过酒？你在上班的时候喝酒，不怕我告诉你经理吗？这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衣领上有肉串和酒渍残留，现在距离中午吃饭的时间大概有4个小时。闻你嘴里边的味道，你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制造105毫克。大中午你就喝白酒，1点钟到2点钟之间，你应该还晕着呢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两眼通红，不间断有眼屎分泌，说明你有轻度角膜炎。这说明你经常通宵熬夜上网打游戏。也正是因为你这种不规律的生活，所以你的妻子离开了你。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手上有戒指的痕迹，但是戒指已经离开了你的手指。你刚刚失去了你的妻子，你还要失去你这份工作吗？你前面说的都对。我是中午喝酒了，我也喜欢打游戏。至于戒指，是我奶奶传给我的。我是打游戏卖装备，没钱给当了。老婆嘛，你要是能的话，可以介绍我几个。哥们儿，你玩砸了。你把监控录像给我看。真没有，监控录像坏了，一直都没修呢。你没有骗我。老板，这号捂住。别心疼，我会还你。算你运气好，我给你开了一个理财账户，今天下午我是12点半到了这里，本金是300，
我下午没事干，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转了几圈，现在的本金应该是578块3毛。这是你的密码账户，提现、查询随便你。你是私人理财顾问。bingo。等会儿，你说我的本金有300，没错。因为我还要再跟你借100，你总不能让我坐公交车回家。再见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往什么方向走了？公交车站。您拿证件来，想看什么看什么，可您拿饭卡说自己是警察，您能信啊？为什么不相信？如果我不是一名警察的话，我怎么会有警官大学的饭卡呢？这个逻辑你明白吗？而且我现在查的是凶杀案10万火急。再说查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又不是什么需要。站好。市局刑警队韩浩，请你帮我调出397路公交车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，经过裕达酒店附近车辆所有的监控录像。用不着这么大的范围，查1点到2点之间的就可以。从案发现场到这儿，怎么我查案查到哪儿得你？就凭一张警官大学的饭卡，还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我现在觉得你的嫌疑很大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你不用怀疑我，你也不要浪费这个时间。我是一名警察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上网搜索我，我叫罗非，网上有很多我写的。你一定要留意1点到2点钟之间的监控录像。回去后一定要跟你们队长说，这个凶手是穿帽衫，然后背双肩背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我说话你们听见没有？为什么还没人来问话？等着呗。信号实在太差了。朋友，WiFi 密码是多少？谁跟你是朋友啊？让你来这协助办案的，不是来上网冲浪的。我谢谢你告诉我。
的简历呢？你负责网络安全？是的。我怎么觉得我的手机号在你面前一点都不安全？成绩很斐然嘛。这个辖区内2年没有出现任何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。小王庄的宽带覆盖率才不到50%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就算有问题，有我在。你还看过我多少资料？照片只敢看照片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提前记录了一下领导的手机号。昨天晚上我实在太兴奋了，忍不住就进了市局的系统，溜达了一圈，看一看各分局有哪些人调。华丽的外表，底下爬满了虱子。美国著名哥特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说过，人类最古老、最强烈的情感就是恐惧，而哥特就是恐惧的印象。一看你就是一个正处于叛逆期的哥特式萝莉。
冷漠、孤僻，心理环境封闭且自我压抑。你充满强烈的好奇心，越是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东西，你越感兴趣。你企图用标新立异的方式来获得社会地位和自我满足，以此麻痹自己、武装自己，人格病态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建议你多读点书，提高一下自我修养，不要放弃治疗。哦，对了，不要过分沉溺于男女之事。女人话多是变老的危险信号。我只有一句话：靠华丽外表武装自己的人，大多内心空虚，不堪一击。还有，注意卵巢保养哦，阿姨。现在来了一个，啊，就他。大名鼎鼎的国贸分局女神，心理学博士穆剑云，幸会幸会。哈哈，我对你不薄吧？穆博士是全系统赫赫有名的美。心理学专家。哎呀，当年各个分局为了抢人才，那差点打起来。是抢人才啊，还是抢美女啊？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吗？怎么是走错地方呢？介绍一下，韩浩，韩队长，专案组组长。曾日华，我负责网络安全。对了，听说你对时尚很有研究，看来咱们很有共同话题啊。是啊，巴黎 Fashion Show 和小王庄服装展也是一个级别的。哇哦！哎，这位小妹妹，你是？梁音，南城分局。丁局，南城分局的老财，可是我指名道姓要的。老财是我师傅。你师傅？那他人呢？昨晚喝大了，被我师母打成了重伤，所以今天来不了了。哎，这个老财呀，在咱们警界那可是传奇人物啊！那南城宋慈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你在他的手下，那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小梁，你在你师傅那儿学了几年了？我还在实习，到今天刚好3个月。还有3个。熊原，丁局，韩队，这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有问题。没子弹，没子弹，你带枪干嘛？说，干嘛的？我是刑侦科的，我叫尹健。0.1，哎，你认识我啊？干巴嘛，自己人为什么不说呀？那个，刚才你也没有问我，枪里为什么不装子弹？这枪里要是装子弹了，万一被别人给抢走了，就把我打死了。
欢凌波丽的男人，或多或少有恋母情节，内心脆弱，没有主见，缺乏进取精神，习惯依附，习惯被保护，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都会偏女性化，精神慢性萎缩，自私自利。哦，对了，结婚之后还容易出轨。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且不具备真正能力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成为犯罪学领域的专家呢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没问题，很好。刚才我们说到了推理，那么现在我们就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推理。时间：晚上8点20分，地点：警局问讯室。人物：这位大姐。动机：找罗非，但是他又不认识罗非。很简单的推论，他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打扮精致，夺人眼球，但是目中无人，谈吐极具攻击性，证明你非常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，而且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。他以心理学为开场，知识储备量完善，以对待病人的态度对待同事，证明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学家。另外一点，今天是丁局成立专案组的见面日，时间是晚上8点。我作为专案组的成员之一，被一个叫做韩浩的队长以问讯为由扔在了这里。以我对韩浩的判断，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他抓错人了，但是碍于面子，他又不肯亲自来向我道歉，所以请了这位大姐。专案组要有5个职能构成：侦探、网警、痕迹侦查专家、法医，还有心理学专家。毫无疑问，这位就是心理学专家。以他这么强势的性格，谁能指使他让他过来请我呢？毫无疑问，那就是组长。那谁又是组长呢？毫无疑问，就是把我扔到这里的韩浩。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你没有反驳，就证明我全都说对了。你回去告诉韩浩，礼贤下士不丢人，让他亲自来请我。他要是不来请你，你就不去吗？那也不能这么说。如果他不来请我的话，那还那么多废话，爱去不去。我先走了。那么接下来我要说呢，作为一个组长，他可以没有3顾茅庐的心胸，但是作为纪律部队的一员，我不可以爱去不去。面子没那么重要，作为一个警察，最重要的是遵守纪律。下课。死亡通知单的案子，想必你们都听说了。之所以成立专案组，就是要求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。那好，说说情况。截止到目前，有3名死者。第一个叫徐磊，是个无业赌徒，欠了很多歪债。第二个叫秦伟，是高大上房地产公司老板，非常有钱。第3名汤宝珠，经营一家男士美容院，提供的服务项目是有些色情擦边球的。PVC 管，什么？杀人凶器，大家不觉得奇怪吗？凶手使用的凶器确实很特别，是 PVC 管，前端被削尖后直接插入死者的喉咙，手段比较残忍。哇耶！鉴证科已经分析过这批 PVC 管，至少是5、6年前生产的，而且是3无产品，查不到出厂哪。时间是对的。什么时间对的？我搜索了 PVC 管的资料，意外地发现了这张照片。黑心商人偷工减料，明公子弟小学建成2个月就坍塌，6年前的新闻。照片里边的楼梯断裂，原本应该由钢筋搭建的结构，只有少量的钢筋，大部分都是木棒和 PVC 管，和凶器是同一款，无法确定，但我们可以假设。查他们6年前有什么关联？罗非啊，那次坍塌案我有印象，6年前我参与过调查，小学校长、监理和包工头现在还在监狱，这些人统统都该死。查到了，徐磊，6年前是做建材生意的；秦伟，6年前是个承建商，也是这个小学的承建单位。汤宝珠呢？汤宝珠的丈夫是以前的区长，3年前被双规了。小学所在的那个区，也就是说，监狱里的是替罪羊，真正的罪犯还在逍遥法外。利欲熏心、偷工减料、建材贩子、承包商、负责批复项目的区长，这是一条利益链。这个 Darker 在针对这起案子进行报复，为无辜死难者伸冤。杀人动机现在已经有了，我
我们需要查的是，在这条利益线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人。如果有，就是下一个死者。罪名28是什么意思？查一下学校里死了多少人？26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记得当时的死亡人数，数字不对，一定有疏漏。对不起，我有点疑义。说，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，就是杀手他其实就是达克，他也是利益链上的一环，所以他们可能是因为分赃不均，所以说就把共犯给杀了。不可能。达克人格中的本我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离经叛道，无视法律。自我是经过社会化、现实化的本能，表现为凶手对执法者的认同感，视自己为执法者，所以才会出现死亡通知单的这种形式昭告天下。而他的超我表现在他试图将自己的行为道德化，实现自我救赎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这个达克应该有过悲惨的童年遭遇，就像汉尼拔一样，与社会水火不容，才会以自己的自我意识控制社会秩序。冷酷、果断、无情，具有极强的控制欲，而这种控制欲就是他对童年遭遇的反抗。怎么样，精英吧？专案组办公室的。这儿不行吗？不如把库房腾出来给我们用吧。库房？好啊，那我找人帮你们收拾收拾。这样啊，我看你们是不是先到监狱去看一下6年前那个案件的犯人？作为工程监理，你很清楚那个质量是不能被验收的。谁指示你的？秦伟。跟谁都没有关系。验收那天我喝多了。有那么巧吗？我是个包工头，盖房子能少花钱就少花钱，房子没盖结实塌了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房子塌了，你心里也很难过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好人能在监狱里待着吗？我就该待在监狱里。我是一校之长，26个孩子死在学校里了。这些年，我闭上眼，全是他们。他们为什么会死？谁想死人了？我要早知道会死那么多人，我怎么会？这么说，你知道那个工程是有问题的？我知道房子有质量问题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只是个包工头，我说了算吗？那谁说了算呢？秦伟，我是听他的。我要是不听他的话，我就没有活干了。秦伟听谁的？区长夫人汤宝珠指定的城电公司。我想，他们肯定有利害关系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居然会偷工减料到那种程度。我愧对海文，愧对他们夫妻的善心啊！警力，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这里布置好了。我作为局长，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办公室啊！这位同事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去查王海文夫妇的资料？我叫曾日华，那同事。对不起，我查了，海文基金是个慈善组织，有王海文夫妇在10年前创办。那所民工子弟的教学楼也是他们捐赠的。看来我们有必要再去了解一下王海文夫妇。王海文夫妇在前些年遭遇了意外，已经不在了。他们12岁的女儿也一起失踪。这个梯子立在这儿，就是要告诉你们年轻人，办事办案一定要高瞻远瞩。28个人总算凑齐了。没错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看来王海文夫妇的死不是意外喽？不对，为什么没有算上他们的女儿？对的，因为他们女儿还活着。我还为你们开通了网络专线，速度飞快，够意思吧？这就对了，全对了。
全都合理了。难怪凶手会用 PVC 管做凶器。按照这个推断，应该还会有人被杀。我们已经锁定了方向，如果够快的话，我们可以很快找到凶手。从海文基金查出跟教学楼捐献有关的。我已经在查了。打断一下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死亡的孩子有26个，加上王海文夫妇一共是28。达克尔的死亡通知单上面那数字也是28。那他们的女儿呢？不是失踪了吗？他们女儿应该没有死吧？如果死的话，应该是29啊。你这样推断，有点不准确吧？局长，如果我跟您说，达克尔就是他女儿的话，您觉得这还牵强吗？我就说嘛，要查清28是什么意思嘛，这就对了。这一点通了，这整个案子就通了。复仇，没错，就是复仇。难怪他为什么要等到6年后才报仇。6年前他们的闺女才12岁，哪有这个能力报仇啊？好，你们干得太好了，这么快就锁定了凶手，看来破案指日可待了。干得好，干得好！方总，方总，喂，您好，啊，李总啊，对对对，当然没问题了，我们可是专业的保镖公司，100%的好评。要是您找我们做委托方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头扔马桶里淹死算了。好，好，那回见。方总。方总，对不起，我有点疑义，就是这马桶就这么小，而且就这么点水，它怎么能淹死呢？堵上。大个抓着方圆的头发，然后把他摁到了马桶里。溺水而死。通过方圆肺部的积水和按压的伤痕来看，他应该是反复被摁进马桶。为什么是反复？而且是3次。为什么是3次？你为什么叫罗非？你为什么会来这儿？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活着？有那么多为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方圆以前叫方圆，名字念起来一样，但字不一样。以前是圆圈的圆。林健，没想到你眼神不好使，居然还能发现这么细致的问题啊！起初我是对这个方圆的圆字写的不是特别流畅，有点疑义。然后我看见阖家团圆的圆，我觉得这个圆比这个圆写的更流畅一些，所以我就推想了一下，他曾经的名字可不可能是叫方圆？酷啊！所以我用圆圈的圆重新查了一遍信息，你们猜他是谁？保镖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有点疑义，他是保镖吗？我怎么记得他应该是安保公司老总呢？王海文的保镖，这么简单的推理用得着这么吃惊吗？保镖勾结奸商贪官，私吞善款，事发之后将老板杀死，老套。
我问你，为什么会是3次？3次。第1次是教学楼坍塌事件，第2次是为了王海文夫妇遇害，第3次是什么？第3次是因为他侵犯过自己。一个18岁的小姑娘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？仇恨啊！仇恨也不可能反物理。那么请问，如果是你被侵犯，你会做什么？我不可能被人侵犯。比如？没有比如。假设。不存在假设。请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。如果你是王海文的女儿，你被方圆侵犯，你会怎么办？阉了他。谢谢。赞。有案在杀。我觉得你们太残忍了，所以我们都判断错了。错了？哪儿错了？是的，我们是判断错了。Ducker 应该不是王海文的女儿。现在我们要继续追查。你想怎么查？海文基金。曾日华，你去找基金负责人调查情况。梁音，去调查王海文夫妻的死，尤其是验尸报告。尹健，留下来收拾。严格意义上说是意外。王海文夫妇的尸检报告上显示，排除他杀的可能。夫妻带着女儿外出游玩，意外坠崖身亡，这个意外是不是有点太意外了？是啊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信。还有，他们女儿的尸体一直也没找着，搜救队搜了那么多天，居然一点踪迹都没有。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呢？白痴尸检报告上就是这么写的。看什么呢？李建华，海文基金副总。王海文死后，他就是最高负责人，不过还是副总。李建华对外宣称，海文基金的总裁永远是王海文，董事会正中央的那把椅子也永远都是王海文的。作秀。他的工作整天就是参加颁奖礼和慈善活动。更厉害的是，40多岁单身未婚总裁，有很多美女投怀送抱，可是一点绯闻都没有传过。网上有篇帖子是讨论姑娘怎么嫁给他呢。他是弯的吧 ？No no no， 当时我的想法是跟你一样的，也以为他是弯的。可是呢，他没有跟任何男人发生过绯闻。哦对，网上还有一篇帖子是讨论同性怎么得到他。活人就是无聊，我还是找我的骨头玩去。这个人不会一点欲望都没有吧？
照现在这情况来看的话，这李建华除了平时生活奢侈点之外，还真是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。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，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那您可以回忆一下，他和汤墨中有可能一起出现过，好像记得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来不及了，他一定是大哥的下一个目标，有可能是最后一个。我们时间要快的话，兴许能赶到他前面。李建华是王海文夫妇死亡的最大受益者，逻辑就合理了。我搞不明白了，李建华掌管这么大一个基金，他为什么要贪污这么点捐款呢？如果他们是长期分赃的利益关系，那就是必高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作为捐款者的王海文是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，只要往下查了，就会查出李建华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李建华把他们夫妇给杀了。所以他们要收买方圆这个保镖。但是王诗诗呢？谁？王海文夫妇的女儿啊。王海文夫妇坠崖遇难，王诗诗失踪，她去哪儿了呢？王诗诗失踪的时候才12岁。我希望我的分析是错误的，我希望李建华不是这样的人。阿姨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分析的是什么，但是真对。没有人回家。家里边有个保洁阿姨跟我说她已经出门了。她今天没去公司，电话也打不到。我在她家里面发现了这张狗的照片，这种大型犬在市中心应该不可以啊。可是我们查过，李建华没有别墅。我在他的鞋柜里边发现有双鞋上发现了这些泥土，应该是在郊区别墅院落中采到的。pH 是7.2，铬元素应该是200，砷元素30，汞元素应该是1.8。哇！沟里有狗尿味，应该是雄性拉布拉多，3岁到3岁半。哈哈，你们俩的真实身份不是警察，是警犬吧 ？Hello， 请问你们闻出什么结论了吗？根据他们的数值统计，别墅应该是在城西的郊区。没错，的确是在城西。你什么时候也闻了？李建华这种商务人士，通常有很多邮件会在不同的地方登录邮箱。如果李建华有秘密的别墅的话，他肯定会在那使用过，所以只要入侵他的邮箱登录下就可以了。山水树1725号。当时没有，房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书房也没有。我有点疑义。其实我们现在这已经属于私闯民宅了，更何况我们什么也没找到。还好组长，这个李建华对于我们来说，现在连嫌疑犯都算不上。我们就这样闯到人家家来，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。警察办案就是应该不拘小节。跑题了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是我们想把一个不想被别人知道的大活人藏在别墅里，我们会把它藏在什么地方？阁楼。这儿没有阁楼。地下室。也没有地下室。但是有车库。
死了，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，死亡时间大约3小时。哦耶，还有一种。是活的，是活的。快点，快把他带走，他现在需要治疗和心理辅导。记录都是从李建华账户转出去的，一共26笔，转给了不同的人，每笔都是30万。26个孩子的赔偿金。还有一笔钱转到了瑞士银行的安全账户，账户的名字是王诗诗。那个女孩真是王诗诗啊？她会不会是？不会，她发质发黄，嘴唇发青，典型见不到太阳的表现。还有，她的指甲完全没有血色。说明他缺乏维生素 D， 这说明他的免疫力也很差，体质这么弱，他不可能成为大可。如果这里是第一现场的话，那个女孩是不是见过大可？试想一下，你要是被禁锢了6年，被大可给解救了出来，他还为你的父母报仇了，你会出卖大可吗？死亡时间3小时，买晚了。听你的语气，好像不是很遗憾呢。你要说什么？就算你更早的推理和发现了李建华，在大可之前找到了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继续。其实你心里一点都不遗憾，你还在为大可叫好。罗非教授，我没有说错吧？6年。如果大可要提前行道的话，为什么要等6年以后再行动呢？像王诗诗一样。6年前，大可还是个孩子，他需要长大才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。好吧，我们倒回6年前看，大可也是那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，是那起事故中的幸存者。可是他的同学、朋友，当然有可能还有他喜欢的女孩，都死在了那里。他从废墟中慢慢爬出来，除了恐惧之外，剩下的只有仇恨。6年后，他长大了，变得更加聪明。机敏也非常残忍，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达克，开始了复仇。我不认为你的分析方向是正确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这个案子已经就此告一段落，该死的人也都死了。如果达克能够就此收手的话，那你说的就是对的。但如果我们还可以再收到通知单，你说的就是错的。还会有通知单？都是笑。老板，这个号捂住。你好，薛飞。你好，罗大哥。这么急把我找出来有什么事儿啊？薛先生今年贵庚？23。年轻有为。哪里毕业？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。厉害。上次你给我建的这个账户，我去看了一眼，短短几天内就挣了800块，所以呢，我是打算再投点儿。哎，是这意思。我呢，这儿有800块，那么算上这个下个月的工资，还有把饭卡的300块钱退出来，我大概是多少票？我想你可能误会了。你知道我为客户做投资的最低限额是多少？多少？100万美金。不过我可以帮你，谁让你上次帮过我？那就接下来。
带裤带，我请客。不了，我还约了客户谈事，拜拜。那我也是客户啊。查过监控了吗？查了，他是自己从病房走出去的，护士没有发现，他就一直走出医院了。我们已经到处找了，可是一点踪迹都没找到。这么一个大活人，居然就这么消失了。很奇怪吗？王诗诗都已经消失过6年了。